第9天查你所买的股票何时除息，预估今年配多少。我们要从交易者的角色暂时切换成公司股东的角色，这关乎到存股最甜美的果实——股利。预约未来的现金流，查询除息日程。在连续2天的买进行动后，小程今天决定不进行交易，而是扮演一个好管家的角色，主动去了解他持有的资产何时会产生收益。存股族是农夫，不是猎人。猎人追逐价差，而农夫关心的是何时播种，何时收成。除全息日程就是你的收成日历。方法是查询并记录除息日与预估配息，主动掌握投资标的的关键日程，而非被动等待通知。这是股东对自身权益的基本负责态度。小程的收成日历查询笔记。他打开3只股市 Commoney、聚亨网、奇摩股市或满股网等财经网站，开始查询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除息日期，预计在2月、5月、8月、11月的中旬进行季配息，预估今年每单位配发金额。根据目前市场共识予以配发记录，预估2024年全年总配发约1.7元到1.8元。小程的计算，他目前有110股，如果今年配1.8元，他预计可领到110乘1.8，等于198元。他将这个数字记在持股总览表的预估年股利栏位中。0050元大台湾50除息日期，每年1次，通常在6月到7月之间。预估明年每单位配发金额变动较大，取决于成分股获利，可参考过去5年平均约3元到5元。小程的思考，0050的股利是半年配，这笔钱他计划在领到后用于执行再平衡或加码其他标的。00713元大台湾高息低波除息日期，季配息通常在3月、6月、9月、12月。预估今年每单位配发金额，根据其稳定的配息记录，市场预估约在2.2元到2.4元之间。这个查询的过程让小程的存股观念变得更立体。他知道在未来的哪些月份，他的证券户头会有一笔小小的现金流入，这种被动收入的体感变得非常具体，而且现金流是可预测性的。他可以开始规划这些股利收入要如何再投入，是买回原标的，还是补强其他部位。这让他的长期计划有了更细致的节奏。他不再只盯着股价的轰轰利润，而是开始关心这家公司 ETF 何时会把赚到的钱分给他。这是一个从投机心态转向投资心态的重要里程碑，建立了股东的心态。他在他的作战指挥中心试算表中新增了一个分页，命名为股利收成日历。他将查到的除息月份与预估金额记录下来，让一整年的现金流变得一目了然。真正的核心认知其实是从投机者转变为股东的思维。1. 查除息与配息，关心公司的现金实力。除息日与配息金额代表公司愿不愿意、能不能把赚的钱分给股东。若公司每年稳定配息，表示它有稳定获利与现金流。若公司多年不配息，或配息越来越少，就要警觉。关键认知，股息是公司诚意的证明，它显示公司是真的有现金在赚，而不是纸上富贵。2. 预估今年配多少，用现金流思维看报酬。投资新手常只看股价涨不涨，但真正的股东看的是我每年能领多少现金回来。例如股票100元，配息5元，殖利率 5%， 这5元是现金流，不是账面价值。账面价值只是市场上的价格变化，也就是你账上看到的涨或跌，这些只是数字上的变化。除非你卖掉股票，否则那笔钱其实还没真正变成现金。关键认知，存股的核心不是赚价差，而是让钱替你产生稳定现金流。3. 建立股东心态，从买股票变成持有公司。股东不是在猜涨跌，而是在关心公司经营成果。懂得问公司赚钱了吗？分我多少？
把自己当作小股东，而不是短线交易者。关键认知，投资不是投机，是参与经营成果。有了股东心态，才能做到涨不喜，跌不绝。4. 明白现金流，了解钱真正的流向。公司赚钱，产生现金流入，分配给股东，成为你的被动收入。投资者应该明白，这笔钱从哪里来，能否持续。关键认知，股息是结果，现金流是根本。懂现金流，就懂公司是否健康，也懂自己的投资节奏。总之，查除息是关心公司，预估配息是理解报酬，股东心态是长期信任，现金流是价值的根基。给您的共鸣与祝福，您正在见证一个美妙的转变，投资从市场的赌局变成了个人的农场时。请记得，当你开始认真计算何时除息，能领多少时，你才真正踏上了存股这条路。这份收成日历会随着时间推移，从一张充满预估的表格，变成一页页充满实际入账记录的丰收史。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个除夕日都能满怀喜悦的收成。愿这些点滴汇聚的现金流成为您实现梦想生活最稳固的基石。您不仅在投资，更在预约一个充满确定性的未来。第9天，晚安。这一天，小程从一个交易执行者升级为一位懂得规划未来现金流的资产管理者。